穿进恐怖游戏里，我的新手大礼包是一只会 rap 的兔子。当我捡到道具时，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能不用就别用。当我被怪物追杀时，他说社会上的边角料，体育老师的小骄傲。但当我嫌弃他毫无用处的时候，他怒了，犹豫就会败北，有我你永不后悔。后来我被玩家逼到走投无路，我的兔子变成了恐怖游戏里的 BOSS。 好消息，我复活了。坏消息，我进入了恐怖游戏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荣幸地获得了一份新手大礼包，一只兔子。这只兔子不仅死鱼眼，还小嘴巴巴，跟个 rapper 一样，下一秒就能说出嗨，我是上帝，是真的不是放屁。我跟他大眼瞪小眼，他张嘴就来，不要琢磨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我一巴掌打在他的屁股上，废物！兔子脸红了，虽然他本来就是红色。他手指着我，满脸悲愤。我以为他马上要憋出什么大招，下一秒他说哥不会哭，哥的眼泪是小珍珠。操，果然很废。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用，但我还是抱着他去闯关了。不为别的，晚上他的毛还能帮我盖着肚脐眼。可真到了晚上，他只会激情开麦，脚跟自有平生路，马上开启你的脚步。海可以枯，石可以烂，但你闯关的动力不能断。你现在睡觉，明天就死翘翘。这兔子的嘴巴是不会干嘛？然后我按着兔子的头，当机立断亲到了他的嘴上。现在消停了吗？兔子震惊了，兔子迷茫了，他看着我凶狠的表情，哽咽2声，怯怯地点了点头。好。闯关副本是古堡探险，一群人扮演古堡里面的角色，去寻找古堡失火的真相。我的角色是这个古堡里的女主人，和怪物接触最多的那个。我坐在梳妆桌前，模仿女主人的生活方式。兔子在地上来回踱步，我看不下去，一把把它薅起来。你能别转了吗？兔子叉着腰。你知道你马上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周围怪物眼泛光，你的心居然不慌。我回怼，山重水复疑无路。兔子冷哼，你那是通往地狱路。好有道理。但是这儿就不是地狱了吗？被怪物识破的人会被扔到1楼去喂那些诡异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跟下饺子一样。汤底还是重庆红油锅。一旁的管家眼冒着绿光，肚子里的肠子拖了一地。我想了下之前获取的女主人人设，乐于助人的傻白甜。好，我拿起扫把，哼哧哼哧地把地上的肠子扫成一团。既然喜欢帮助别人，那看到别人衣冠不整，不能无动于衷。我抱着一坨肠子，转头塞进了管家的肚子里，还贴心地取了针线给缝平了，缝了整整4层。医学生表示，该有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。管家果然很开心，对着我连连鞠躬。夫人真是个热心肠的人。我摆摆手，不显山不漏水。一旁的兔子被我的操作惊呆了，瞪着眼，当即吐出一句：世上人才千万，你居然是个第一。呵，少见多怪的兔子。管家为表谢意，当即邀请我们进入主卧。毕竟之前主卧并不对外开放，但是为什么是管家邀请？我想不通，可能男主人头上比较绿吧。但是没想到居然开出了隐藏道具，正放在主卧的床上，周围发出我心中果然如此的绿光。没错，道具就是一团光。我有些激动，连忙想上手拿，结果兔子却突然拦住我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能不用就别用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问道：为什么？兔子豆丁大的眼睛里似乎发出嘲笑的光。呵，死兔子，你还敢笑我？你不让我拿，我偏要拿。光渐渐融进我的身体里，但是没有任何感觉。我不信。我抱着兔子走出去，准备试试水。1米的大刀砍过来，它还能帮我挡23厘米，也算是物有所值。结果刚走出去一步，整座古堡的怪物都沸腾了。首先登场的是隔壁房间里的女仆，因为她的头被砍掉了，所以她只能抱着头跑，但是终归影响视力，所以1步3绊。夫人，我对你的爱就像我亲自养育的玫瑰花，所以能不能把你的头留给我？下一位是楼梯口的园丁，他是上吊死的，所以脖子可以无限增长。脖子的增长速度是比女仆的跑步速度快的。夫人，我用脖子把你和我绑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永远不用分开了，而我夹在他们中间。爱情向左还是向右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怀里的兔子笑得很开心，因为这个道具叫爱是一道光啊。懂了。所以男主人被绿到发慌。我最后还是奔向了女仆，毕竟园丁的横扫范围太大了，一条脖子呈 S 型向前拉长，占据了整个走廊。更重要的是，长得太丑，不是我身为女主人的菜。可是我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倒霉程度。天杀的，谁扔的香蕉皮？我抬头望去，一张贱兮兮的脸趴在栏杆上。对不起欧小姐，嘻嘻，同为竞争者，希望你能理解。那人穿着男爵的服装，看这款式，应该是我儿子。呵，乖儿子，等会儿再去收拾你。眼看着左右两边的怪物即将冲过来，我摸上了腰间的匕首。如果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殊死一战了。
结果在我刚准备掏出大宝贝的时候，女仆和园丁突然打起来了。园丁头做矛，女仆头做盾，两头相撞，血洒当场，十分激烈。我懂了，这是道具的附加作用，情敌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但是身为小白花女主人，我不能崩人设。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！我垂泪看向女仆，女仆小姐，请不要为我受伤。园丁暴怒了，我又扭头望向园丁，园丁先生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女仆双眼喷火，我捂住嘴，以免自己笑得太大声。继续打，请不要停。兔子6。欣赏完他们自相残杀之后，道具的使用时间也到了。我转身回到了房间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抓不住姐的心，就不要怪姐花心。女主人的衣服都是纯色的白纱裙，但是此时溅上了血，黏糊糊的，难受死了。我抱着兔子抬脚进了浴室，死兔子也脏了，得好好洗洗。你想干嘛？兔子攥紧了自己的背带裤。我双手抱胸，勾起嘴角。你一个兔子还怕被人看？脑子中突然蹦出个想法，我的唇角弧度加深。嘿嘿，当然是给你洗白白呀！兔子已经满脸惊恐，比看到门外的怪物还要害怕。哥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哥动歪脑筋。哥知道自己帅，但你不要冲动爱。呵，死兔子，那么自恋。浴室传来兔子杀猪般的叫声，不就是一个屁股蛋子？姐夫修肛肠科的时候不知道看过多少。别说，这兔子毛还挺顺滑，腹肌也还挺好摸。哎，兔子怎么还有腹肌？算了，这是一只自律的兔子。给兔子洗完之后，我就把它扔了出去。别问为什么我能看，它不能看。姐的美貌，怕闪瞎它的眼。从浴室出去之后，我拿了件浴袍包裹住自己的身体。小小的兔子只能围上一圈浴巾。兔子坐在床上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掉。我有些不忍心。别担心，姐会负责。姐不是渣女，也没有鱼塘，欢迎你来到姐的新房。兔子红着眼睛幽怨地瞥了我一眼，我无语凝噎。正当我以为他要来上一段 rap 来抨击我惨无人道的行为时，他却突然跳到我的腿上，看上去，应该是要吻我，但是距离不够。好吧，无所谓，有点累，但姐依然是迷人的玫瑰，我可以为爱低头。冰冰凉凉的兔子毛蹭上了额头，而后是一对白如陶瓷的门牙贴了上来，有点心动。别管姐是不是变态，都来到这个鬼地方了，我跟个兔子谈恋爱怎么了？谈恋爱后，兔子变成了好兔子，但我不是个好人。毕竟我的乖儿子还没收拾呢。每个玩家进入这个游戏都会有一个新手大礼包，有的人是一个技能，有的人是一件物品。就比如上次的那个玩家，他的大礼包就是一个技能，随时随地乱扔香蕉皮，而我的就是一只兔子，还是目前唯一知道的活物。迄今为止，除了给我造成心灵攻击，没有别的用途。看起来真的很废哎。这样想想，对他动心的我看起来像个抖 M。我戳了戳他，顺下来一缕兔子毛。咦，兔子还会掉毛吗？我没想那么多，因为死兔子生气了，撅着屁股半天不理我。好，你不废，你是姐的小宝贝。你看你又能逗姐开心，又能帮姐暖床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兔子啊？我把兔子举高起来转圈圈，兔子满脸震惊，尴尬的全身都红了。你把我放下来。我冲他吐舌头，我不放，除非你说自己不生气了。兔子一张脸红了又黑，黑了又红，最后妥协道：好，我不生气了。我笑嘻嘻地捏着他的耳朵，看着他的体温渐渐上升。乖，姐带你闯关。其实上次打开的不仅仅是道具，还有任务线索。虽然道具也侧面反映了男主人在这个家里举步维艰，但是线索却让我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不得不说，玩得真花。线索是女主人的一本日记。我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傻白甜只是表象，真正傻的只有我自己。毕竟女主人能一边在男主人那儿维持着自己白月光的形象，一边又能和管家你来我往，在日记中还能把自己写得清新脱俗。我听从主的意志，希望每个人都快乐。管家说他日日痛苦寂寞，善良如我怎么能看得下去？看不下去，所以你就直接化身时间管理大师了是吧？我啪叽把日记本合上了，看多了闹心的慌。日记里记载着的都是善良的女主人帮助管家的事情，致力于在古堡的每个地方都留下酱酱酿酿的痕迹。唯一的意外收获可能就是小男爵不是女主人的亲儿子，而是男主人上一任妻子的孩子。而且刚刚园丁和女仆打架的时候，我也注意到他们俩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被打的痕迹，而这个古堡里能打他们的人无外乎是管家、小男爵、男主人和女主人。所以这把火到底是谁放的？是报复的园丁和女仆，还是偷情的管家和女主人，亦或被绿的男主人，或者以上的都不是，而是那个貌似游离在外的小男爵。正当我准备捋清他们关系的时候，系统的声音响彻整个古堡。
由于玩家顾念无获得道具，将任务推进30%，因此古堡难度提升，增加新的游戏模式夜晚躲猫猫，请各位玩家在夜晚藏好。嘻嘻嘻嘻，恶意的笑声让人浑身起毛。我搓了搓鸡皮疙瘩，忍不住冲天上竖了个中指。童子，我是你什么很恨的人吗？这下好了，所有玩家都要视我为眼中钉了。我瞥了眼窗外的天色，马上就要入夜了。但是女主人这间房里着实没什么能躲的地方，毕竟哪儿都和管家尝试过。突然，楼上传来杀猪般的叫声，原来是那个香蕉男啊！我双手抱胸，脑子中闪过一个灵光。一旁的兔子看我笑得变态，忍不住后退2步。酸甜苦辣哥自己尝，哥的女朋友哥自己扛。加油，你是世界上最牛的兔子。然而，现在世界上最牛的兔子又被他的女朋友给脱光光了。兔子浑身颤抖地捂着下半身。别问哥几岁，哥情绪0岁。我在房间里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到了2套适合兔子穿的衣服。来嘛，试一下。左手边是一套洋娃娃的玩偶服，右边是布料清凉的白色纱裙。晚上灯光不好，加上这兔子本来就是红色，浴室里还有没冲掉的血，往身上一抹，恐怖效果简直拉满。处理完兔子之后，我也把自己收拾了一番。最后2个怪物横空出世，老祖宗留下的至理名言，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嘛。最后兔子还是选择了玩偶服。我失望地放下了手边的清凉布料，和兔子上楼的时候，正好碰到拿着电锯的怪物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男主人我名义上的老公。父子残杀，这场面啧，香蕉男的香蕉皮扔了一地，男主人走一步半一步，乱扔垃圾，活该被他爹揍。他把香蕉皮当作滑冰鞋，眼看着就要逃离。一转弯，有人常说爱情都在转角处，可惜他转角遇见的不是爱情，是我们啊！这在现实世界高低也是个男高音吧？前有狼后有虎，不用想也知道现在香蕉男的心里有多崩溃。我拿着从厨房搜刮来的菜刀，一刀一个小朋友不吭声，而兔子宛如鬼上身，笑声像个变态。我揉了揉浑身的鸡皮疙瘩。如果说我是物理攻击，那兔子的攻击直接上升到了精神层面。果然是这个游戏的自带产物。在这个没有道德、没有法律，而且自相残杀的世界，害死一个人本就不需要愧疚感。更何况现实世界的我，虽然表面是个大学生，但实际上是一个组织培养了10年的杀手。不然我也不会心大到敢去随便使用道具。机遇本来就藏在风险之后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后面的男主人已经提着电锯追来，距离越缩越短。香蕉男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就放弃了挣扎。我的刀砍在旁边的墙上，一声又一声，他的瞳孔逐渐放大，最后逼近疯狂。一阵臭味传来，香蕉男竟然吓得直接尿裤子，逃无可逃。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分割，还是干脆一了百了？不出意外，他选择了后一种方式。他跳楼了，跳进了那个红油锅里，成为里面的一道涮菜。而我和兔子冷眼旁观。男主人果然没有发现我们俩不是怪物，一手拿着电锯，一手冲我们俩竖起大拇指，缝满针线的脸上露出一抹赞赏的笑容。他慢慢开口，声音像一个坏了的喇叭：干得不错。我2声回应着他的话，刀在一旁舞得飞起。男主人点点头，转身去寻找下一个倒霉蛋。结果在下一刻，系统的声音却出现了：哈哈哈哈！玩家顾念无不负众望，淘汰玩家削香蕉。恭喜获得实现愿望1次，可在通关后获得。我心头一梗，就知道这个系统平常就爱看热闹，尤其是喜欢看他人被逼入绝境的热闹。果然，已经走远的男主人此刻又提着电锯向我们跑来，眼睛里全是被欺骗的怒火。你们竟然骗我！黑化后的男主人简直武力值 max。我转身也抱着兔子也跳了楼，但不是跳进那个红油锅，而是跳进了2楼。笑死，我又不是香蕉男那个废物。男主人恍惚了一下，似乎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手，但很快也跟着我们下了楼，走的是楼梯。我飞快地打开主卧的门，毕竟是之前开启的隐藏区域，还是相对安全的。但是刚进去就看到管家躺在男女主人的床上，阴暗的扭曲爬行，好冷，好寂寞。他肚子上的伤口破裂，血迹把洁白的床单染红，仿佛在举办某种邪恶的祭祀。转头望向我的眼神中带着痴迷，又好像是盯住了某种猎物。我下意识的后退，搭在把手上的手心冒汗。兔子，咱们还是换个房间吧。没听见回话的声音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兔子整个烫得要死。死兔子，你别吓我！语气中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慌张。兔子在我怀里软趴趴的昏睡过去。一旁的管家从床上爬起来，看起来是想让我和他一起重温之前的酱酿酿。而我正准备转身离开，锯子突然从耳边破门而出，切碎了我一缕头发。男主人到了。下一秒，锯子对准的是我的身体。前面管家也随时准备扑过来。我理智地计算着距离，多年的训练经验让我顺利地从2人中间逃脱，但是他们的惯性还在。
于是锯子刺中了管家的心脏。如果是人的话，这个时候已经解决掉一个麻烦了，但他们是怪物，管家还会把门打开，让男主人一块收拾我。不是，男主人，你不知道你的管家把你绿了吗？我无声的吐槽。剧烈的晃动让兔子也迷迷糊糊的醒过来了，他用着仅存的力气开口道：我现在是个累赘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自己快走。旁边的管家甩出肠子如同巨蟒一般，我拿着菜刀抵挡，却节节败退。你别想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死也是我的兔子。说完，我朝着男主人那边跑过去。男主人看我自投罗网，平常僵硬的动作此刻异常灵活。我瞅准时机，就是现在，一个下腰，锯子从我的上方划过，而肠子此刻也到了。慌乱之际，锯子将蜿蜒曲折的肠子砍成了几段，而锯子也因为肠子过于坚硬，上面的利齿被磨平。此刻两人的武器都损坏了。我早就发现，只有这个古堡里的东西才能伤害到怪物，比如男主人能伤到管家，我的菜刀能抵挡住肠子。没有武器的怪物武力值大打折扣，而我也不会给他们恢复的机会。趁他病要他命，我一手抱着兔子，一手拿刀上前。他们的力气确实很大，大得超乎想象，但是因为多年的经验，我最终还是险胜。砍掉了他们两个的头之后，为了保险，我将他们的尸体也丢进1楼的红油锅里面了。刹那间，整座古堡的温度升高，底下的那些诡异发出整齐的节节声，翻滚的气泡仿佛要将人吞没。眼看着所有人顷刻间就要被毁灭，空气中却突然传来一阵错乱，温度瞬间回归正常，而那些躁乱的诡异也逐渐平静。只是兔子越来越烫了。这个兔子虽然毒舌、自恋、容易害羞，但是它至少是个活生生的生命，能让我相信，把背后交给它。可是现在却变成了小小的一团，身上的毛也掉得秃秃的，浑身流着血水。兔子似乎刚意识到自己的情况，无声地笑了笑，想要安慰我，伸出的手刚抬起一半就失去了所有力气。我及时握住，放在脸上。按理说，我见过那么多死人，见过背叛，见过自相残杀，应该不会流泪了才是。可是为什么鼻头会那么酸？顾念无，不要哭，好好闯关，活下去。兔子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，看我的眼睛却在发着亮。我哽咽着摇摇头，一滴泪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了下来，而后变成倾盆大雨。第一次的心动，第一次的心痛，都给了眼前这个生物。原本不起波澜的人生突然闯进来一抹亮眼的红色，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，却转瞬即逝。怀里的兔子化成了一颗颗光点，涌向天边。死了，连根毛都没有给我剩。你真绝情啊！当时杀死那2个怪物的时候，系统也及时发出了播报，给的奖励是剧情推进。原来除了上面的那几个人，还有一直没有露过面的老伯爵，也就是男主人的父亲。而老伯爵曾经侵犯过自己的儿媳，因此才导致女主人性情大变。遭受伤害的女主人从此沉迷上了虐待他人，除了园丁和女仆，还有小男爵。不过现在真相还是扑朔迷离，因为线索只提供给了我一个人，所以最近几天过来找我合作的人格外多。我也挑了2、3个看起来很聪明的一起组队，因为聪明的人办事效率就会高。一起组队的陈眠经常感叹，念无姐真的理智的不像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的兔子，想快点通关，去找他。终归还是个低级副本。筛选掉一批人之后，我靠着自己强悍的武力值，把一批怪物打得服服帖帖。拿到最终线索的时候，我心道，果然如此。填写答案的地方在天台，剩余的几个人最后的会面就在那里。念无，把答案告诉我们大家吧。长相一脸正派的苏磊命令道。旁边的人连连附和。被众星捧月的苏磊此刻像是得意极了，语气也更加高傲。顾念无，快点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将来出去了，我们几个男人还能照顾你。我低下头轻笑。如果我说不呢？苏磊刹那间变了脸色。念无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摸着手腕处发红发烫的地方，我缓缓开口。你的能力是毒药对吧？与苏磊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他眼里划过了一丝不自然。不出意外，我们这些人都被你注射了毒药。这个副本确实可以通关很多人，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通关，就可以独占那些奖励。我歪头，眼神扫过其他人。我说的对吧？其他人在听完我说的之后，开始慌张地检查身体，结果都在手腕处发现了被注射的痕迹。原本之前还对苏磊各种示好的众人，如今却如同一匹匹饿狼。他们原本想把苏磊绑起来，逼他交出解药，结果却在靠近他的一瞬间，大意地吸入了不知名的气体，而这些气体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地上血流成河，唯有及时捂住口鼻的我和始作俑者苏磊还活着。他靠近我，道貌岸然的脸上满是狰狞。顾念无，你要是把答案乖乖地交给我，也许就能死得轻松一点，但现在我要慢慢折磨你。苏磊越靠越近，我的心慢慢下沉。真的就到这里了吗？还挺不甘心的。
当初对抗怪物的时候短暂昏迷过，清醒过后便知道自己被苏磊下毒了。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毒药，所以我一直在小心试探，虚与委蛇。结果后来才发现他企图霸占那最后一份的奖励，那结局无外乎就是谁死谁活的问题。我也曾想直接杀了他，但是我又觉得在离成功的最后一步时，失败不是更痛苦吗？苏磊的身体慢慢释放出气体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某次开启的道具是让苏磊的技能进化。顾念无，快点说出来，快点！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笑了，笑得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癫狂。你不敢杀我吧？但是对不起，我敢杀你。下一秒，苏磊眼前血色一闪，是我的刀，在现实世界里陪着我干了很多事的血气玫瑰，在游戏里确实对付不了怪物，但是杀人绰绰有余。苏磊捂住脖子，似乎还想再挣扎，但是却只能看着自己的血和其他的血混合在一起，咽气了都没有闭上眼睛，可能是后悔吧。本想搏个大的，结果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。刚刚的气体不可避免地吸进去了一点，我现在感觉浑身发软，身体的血液在透过毛孔流出去，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，马上我也要死了吧？对不起，兔子，我救不了你，一起死了也挺好的。咦，红色的鸟人，还有怪物，我没杀死吗？在昏过去的前一秒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好重，水压得我快喘不过气了。不对，我居然还有气！猛地惊醒，一睁眼，却发现自己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，而那些伤口、身体上的毒素也都仿佛不存在似的被清理干净了。触碰到身旁的人，我下意识地去擒拿他的脖子，一个翻身将他按在身下。你是谁？我目光聚聚，审视的眼神从上往下打量，是昏迷前看见的那个鸟人，头发是红色的，眼睛也是红色的，身上还有红色的刺青，看上去像是一道道咒语在镇压不受控的魔王。那张脸不可否认帅得惊为天人，还掺杂着一些凌厉的美。饶是看过无数美人的我也呼吸一滞。他按住我的手，轻佻地抚摸了一遍，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。犹豫就会败北，有我你永不后悔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欠揍的话，除了那只死兔子，还有谁会说？我一巴掌呼上这只兔子的肚子，早就想摸了，果然手感很好。兔子愣住了，大概没想到再次见面居然是这个样子。然而下一秒，我扑进了兔子的颈窝，泪水打湿了底下那一片肌肤。别哭了，哥不是还活着的吗？兔子有些僵硬地摸着我的头，一下一下地安抚着。我擦干眼泪，坐在兔子的腹肌上，目光如火。不管了，先把身为女朋友的福利还给我。不想动，真的不想动。没想到死兔子的体力那么好，我任由那只兔子将我翻来覆去，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，瘦了。我又是一巴掌。瘦毛线，从现实世界进来的人身材会一直保持刚进来的样子。我的手打在他的头上，结果却被他抓住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。宝宝，刚刚那个运动好好玩，我们天天做好不好？姐的母语是吴语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还有你为什么会复活？老实交代。我把兔子压在身下，凶狠地咬住他的腹肌，然后听见他发出一声倒吸气。你先起来，不然我怕又要过很久才能告诉你。兔子无辜地眨巴眼睛。我靠在死兔子的肱二头肌上，听他将事情慢慢解释。我叫苏和清，上古时期是一只妖王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个所谓的系统弄进来当恐怖游戏的 BOSS， 其实也就是每天杀人，和以前差不多。但是后来我每隔100年就会变成兔子，变成兔子的我会失忆，失去法力，除了会讲话没有一点能力，所以获得我的人都很讨厌我，只有一个人保护了我，那就是你。苏和清委屈的目光又贴了上来，我不自在地咳嗽2声，继续讲。苏和清换了个姿势，把我整个人卷进怀里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其实我恢复很简单，只要闯关者把所在关卡的怪物杀死即可，但是会有能量损耗，因为你误打误撞把管家和男主人扔给了诡异，这份能量被我直接吸收了，所以我就提前消失了。他蹭了蹭我的脸颊，声音低哑，对不起，宝宝，你一定很伤心，因为你是最爱我的女朋友，不对，现在是老婆。我和苏清河没羞没臊的在古堡待了2天，其实我已经想填写答案了，但是苏清河对某些事情食髓知味，因此就耽搁了。最后系统实在看不下去，强制性的让我填写答案。看着前面出现的透明边框，我缓缓地写下了5个字：艾迪威尔逊，是那个小男爵，男女主人的儿子。其实事情的发展并不难猜，在全家都有精神疾病的环境中，小孩子也不可能正常成长。在目睹继母和自己的祖父躺在一张床上后，扭曲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。更何况后来不断的被继母虐待，保护自己的下人也被殴打致死。园丁被管家用一根绳子绕颈而亡，女仆被继母砍了头。
最后的导火线就是自己的父亲也被继母和管家联手害死，用电锯分割成一块又一块。于是小男孩在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放了一把大火，而最后的线索就是一个上世纪的录像机，是小男孩自己给自己放的，用来记录他是如何惩罚他的继母和管家的。管家肚子上的伤口便是这样来的。答案提交上去后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勾，我知道自己答对了，结果却在刹那间，整座古堡开始燃烧，这是死亡重现。而苏清河此时居然还发着呆，这个傻子，我拉着他连忙往天台跑去，结果却被掉下来的柱子拦住了去路，怎么办？下一秒，红色的翅膀映入眼帘，这是鸟人，呸，天使苏清河！我立马手脚并用，抱住苏清河的腰，冲着天上的系统挑衅一笑，嘻嘻，这是我老公。我出来后却没有看见苏清河的身影，一旁的系统怀着恶意道，他是恐怖游戏里的人，嘻嘻嘻，你们俩注定不能在一起。我双手抱胸，冷眼看着面前的一团光亮，居然就是这个蠢不拉几的东西把我们都搞进来的。我勾起嘴角，我还有一个愿望没用，对吧？系统顿住了，半晌不情愿地开口，对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算了，不用你说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要苏清河出来，我就知道。最后一句系统简直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我眯起眼睛，赞赏地点点头，童子真聪明。一阵红光乍现，红色的人影渐渐显露，是苏清河。还没等我反应，他就贴了上来。老婆，我们已经有52分钟没有见面了，我要伤心死了。我摸了摸表面看起来很高大，实际上内心阴阴的 boss 大人。诶，我怎么就那么吃这一套呢？一旁的系统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刺激。啊，你们俩走开呀，不要在我面前。下一秒，光亮扑的消散，跑得真快。我和苏清河对视一眼，终究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苏清河拉起我的手，和我十指相扣。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个愿望的，我自己也可以出来。我笑意加深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就喜欢看他破防的样子。一旁又出现了一条通道，那是下一个副本。我拉着苏清河走了进去。boss 大人，以后请和我一起闯关吧。